水浒传》中的都头究竟有多大的威慑力？武都头啊，武都头，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今日请各位来，只是做个见证。谁若先走，别怪我武松翻脸，杀了人，我自去偿命。地狗，你也不要动。很多人看《水浒》只记住武松武都头，却搞不懂两个核心问题：都头到底算朝廷武官，还是底层打工仔？这一职务究竟有多大的权力？今天咱们就结合宋朝官职体系，把《水浒》里的这10个都头掰扯清楚，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角色。先说一个硬核知识点，宋代都头并非正式品阶武官，很多人都想知道都头究竟是多大的官，其实连个9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因为它就不属于官的范畴，而是吏。宋朝的吏大多由地方县衙自行招募聘用，应聘者不需要通过考试，只需面试通过即可。《水浒传》第23回就体现了这一点。武松打虎为民除害，阳谷县县令当场直接提拔他为步兵都头，一纸口头任命就能上岗，根本不需要上报朝廷，走吏部审批流程。说白了，武松这个都头就相当于县令用县衙公务经费雇的安保队长。用现在的话来说，武松是县衙外包的合同工，既不是在编公务员，也不享受朝廷财政发放的俸禄，一切待遇都由阳谷县衙本地支出。至于都头在职权上属于什么层级，宋代县级行政层级是这样的：县令总揽全县政务，2把手县尉专管治安、剿匪、抓捕人犯。县尉手下的差役一般会分成几个班次，每个班次的领头差役就被俗称为都头，而都头又分为马兵都头和步兵都头。原著第13回就曾提到，这马兵都头管着20匹坐马弓手，20个土兵；那步兵都头管着20个使枪的头目，20个土兵，一个都头手底下就有40个兵，统管着一个排的兵力。可见都头虽不是官，实权却不小，而人多就有威慑力。在《水浒传》中犯了事的人，只要是听到都头来捉，第一反应都是要跑，没有人敢硬刚。但也不是什么都头都能形成这份威慑力的，必须得有实打实的硬功夫。《水浒传》里一共登场10位都头，有武艺超群之辈，也有武艺低微之徒，有混得好的，也有混得差的。下面就按照登场顺序来说一说这10位都头分别都是谁。整部书中最先出现的是华阴县的2个都头，作者没有交代他们的姓名，只说华阴县衙派出2名都头带兵围剿史家村。当时史进因结交少华山的3个土匪被人告发，这2名都头手握官兵，却不敢冲进史家庄强攻，只在外围观望。等史进单人冲杀出来，2人直接弃兵逃窜，最终被陈达、杨春追上，一人一破刀，当场斩杀。接下来的2个都头是郓城县的朱仝和雷横。这2人同在郓城当差，一个是步兵都头，一个是马兵都头，2人混的都还算可以，不仅深得县令赏识，平日里还常和晁盖、宋江这些地方上的豪杰往来，攒下了不少人缘。雷横绰号插翅虎，天赋是履历过人，能纵身跳过2-3丈宽山涧。朱仝相貌酷似关羽，有美髯公之名号，他为人仗义，曾私放晁盖、宋江，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梁山。后来这2位都头都上了梁山，梁山大聚一时，朱仝担任的职务是梁山8票旗，而雷横担任的只是步军头领。实力水平上，朱仝要胜过雷横。从征方腊一战就可以看出，方腊一战朱仝高光战绩不断，阵斩飞云大将军苟正，生擒飞熊大将军徐芳，枪挑敌军元帅谭高，全程少有败绩，最终还是少数幸存善终的天罡好汉。而雷横全程无亮眼胜仗，最后被方腊麾下元帅私刑方20回合斩杀。他是36天罡中唯一一个在正面公平单挑的情况下直接被敌方大将阵斩的人物，硬实力短板非常明显。第5位都头是武松，全书中独一档最强都头，步战天花板。武松打虎之后受阳谷县令提拔，当上了步兵都头。那时的武松有头有脸，过着幸福且安稳的生活，只可惜好景不长，潘金莲和西门庆勾搭害死武大郎，武松为兄报仇，怒杀2人，被迫走上了流配之路，这份安稳的都头差事也就此到头。后来武松血溅鸳鸯楼，沦为行者，直到落草梁山，梁山大聚一时，武松排名第14，担任步军2头领，地位远超同为步兵都头出身的雷横。第6位是沂水县步兵都头李云，
绰号青眼虎，一双碧绿双眼，辨识度极高，武艺有明确设定，30-50个寻常壮汉进不得他身。李云原本奉命押解李逵，却被徒弟朱富、朱贵用蒙汗药麻翻，就此丢掉差事，走投无路之下，只能一同投奔梁山。梁山大聚义，青眼虎李云排名第97位。按理说，李云有官方督头任职履历，凭此履历可以拿下一个步军17将校的位置。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宋江让他与陶宗旺一起负责修缮山寨房屋，打理基建杂活。这份安排足以看出宋江对他的态度并不亲近，这就导致李云始终低调履职，极少参与正面厮杀征方腊睦州之战。他本想截击方腊尚书王寅立个功劳，却被人家战马踩踏身亡。结局令人唏嘘。第7和第8位是郓城县的新任督头赵能、赵德。原著第35回，朱仝被外派东京办事，雷横也外出公干，郓城县新增赵能、赵德2名督头接手补道公务。两人前后2次捉拿宋江，第一次顺利抓获宋江，押送官府判刺配江州。第2次，宋江遣回家接宋太公，二人带兵围堵，结果不仅没有抓住宋江，还搭上了其中一个的性命。赵能被李逵追上，一脚踏住后背，大斧直接劈了，赵德孤身逃窜。总的来说，这2位督头的业务能力远不如朱仝和雷横，他们跟华阴县那2个无名督头一样，属于滥竽充数之辈。第9个督头是钱振鹏，钱振鹏是方腊麾下的武将，他原为大宋清溪县督头，后来投奔方腊，凭战功升任常州制置使。梁山攻打方腊时，钱振鹏奉命御敌，独占梁山五虎之首关胜30余回合，才逐渐气力不支，显露败相。能在关胜手下坚持30回合，这实力就已经快够得上一流门槛了。这位督头出身的方腊武将，起码比雷横要厉害。然而第2次对战时，关胜眼见己方2名副将战死暴怒，爆发出全部实力，一刀将钱振鹏斩于马下。可见战场上的起伏对武将的发挥影响极大。最后一位登场的督头郑魔君郑彪，郑彪是水浒所有督头当中最特殊的存在，他原是大宋婺州兰溪县督头，投靠方腊后封殿帅府太尉。之所以说他特殊，是因为他的身份定位并非纯武将，而是法师。这人会使用旁门左道，在睦州之战中，他与梁山的矮脚虎王英交战8-9回合不分胜负，见武力上拿不下王英，便施展妖术，对着王英念咒语，召唤出金甲天神。王英吓得手忙脚乱之下，被其趁机一枪戳于马下。仪仗卿扈三娘上前复仇，也被他击出铜砖，击落马下身亡。后续关胜与其对战，郑彪再次召唤金甲神人，若非樊瑞出手，召唤铁锤神将抵消法术，关胜也险些要着了他的道。最终关胜一刀斩杀郑彪。综上就是《水浒传》中的10大督头，不知大家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问题？什么共性问题呢？就是这些督头没有一个能从头当到尾的，也没有一个当督头是可以安稳度日的，要么是在出任务时挂掉了，要么就是从督头沦为罪犯，转身投向了敌对阵营。比如钱振鹏和郑彪原本都是大宋督头，最终全部反叛投靠方腊。而武松、朱仝、雷横、李云这些曾在官府干得不错的督头，最后也都落草为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腐朽的宋徽宗时期，底层虚力根本看不到出路，极易被逼得反叛。督头本应是站在反叛者对立面的，没想到最终却和最初的反叛者走到了一起。这就是《水浒传》处处都藏着官逼民反的底层真相。